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最美丽的骄傲——兰花。说起这一件事情呢，其实要从30年前开始来讲起了哈。那时候刚好有这个机会去念到嘉义农专的一个园艺科那当时我爸就在台南中影的一个地方呢来做一点小生意，在他的对面呢。有一个台湾在当下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兰花的一个前辈然后呢，他得知我念园艺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时候呢，他就介绍我爸说：“这样你可以带着你儿子来看看兰花这一个部分也就这样呢，我们就一脚踏进的兰花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说实在的，当时念书的我其实对兰花呢，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了也觉得兰花其实因为感觉很辛苦，而且当下呢，其实在那一个年代我一心其实就想要往电子电脑这一个的科系去，但是就这样的进到了农业。那说起这个行业呢，其实非常记得，其实在我们业界呢有一个行业的大佬我们其实都尊称他叫笋贝其实笋贝呢，其实在1963年，你看就参加当时在新加坡举办的第4届的世界兰展那可想而知，你看在1963年前，就是在一甲子之前呢，其实这一个行业其实就已经是世界各地去参加各样的一个展览。那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而且当时的整个兰花的前辈，其实我们当时很多台湾当时的一个品种，其实我们都到美国去收集新的品种，到巴西去收集不同的兰属，到澳洲去收集不一样各式各样的兰花回到台湾来。所以当时其实很重要，让我们感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其实兰花人就是一个国际人。那这一段的历史呢，也奠定了台湾未来，就是现在。其实当我们的产品可以卖到全世界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有市场，哪个国家对兰花的需求，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概念。所以来到现在呢，其实整个台湾外销到全世界的地方，到现在达到86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在农业上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啦那其实这几年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也一直都在觉得说，兰花既然能够卖到全世界，而且其实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全球对兰花的喜爱兴起了一股兰花热。为什么？因为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我有做过一些分析啦为什么突然在这样的时间，全世界大家对兰花都非常喜欢呢？当时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花期很长。我很记得我在2014年我去英国参加展览。那我想说，难得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从台湾，我们带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觉非常厉害的一个花卉。哇，一串下来30朵那各位知道台湾的兰花其实从第1朵开到第2朵开。它不是一下子30朵，一下子全部都绽开、都绽放，它是1朵接着1朵这样开。那每开1朵呢，其实大概要5天的时间。所以各位可想而知，第1朵开的时候到30朵开，30朵再开的时候，第1朵还在开。你看第1朵已经开了150天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产品，我们就带到英国。没想到去到英国的时候，英国人第一眼看到这个花就问我：“哎呀，这一棵花有什么好看？”哇，那时候把我都问懵了。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厉害的花怎么突然间他说这一个花有什么好看呢？所以我就转个念，我就以这样的方式跟他介绍，就说你看第1朵花到30朵花，这样1朵1朵慢慢开，开到第30朵再开的话，第1朵再开还在开，已经开了150天。所以他就觉得说，原来花期这种花这么
可以花期开这么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兰花第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愿意投入、喜欢这个兰花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其实就是它的品种花色很多。我想这一点台湾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江湖地位了哈。因为现在很少你能够看到一种花色，比如说以大家很习惯的圣诞红好了，可能圣诞红的颜色只有圣诞红、圣诞白，甚至有一些比较粉的圣诞粉，其实颜色不多。哪怕玫瑰，哪怕百合，其实很少能够有一个品相像兰花这样，它颜色呢，五花十色，非常的多样，而且品种呢，从大花到小花到迷你型的部分，它可以适合各地各个国家喜欢的这方面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原色多样，品种多元，这也是它第二个很大的一个特性了哈。然后第三点更重要了。就是你想要它什么时间开花，它就可以什么时间开花。那这一个在农产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产品呢，其实都局限，因为我们都还是有节日上的需求。但是这一点对农产品其实就非常的讨厌因为农产品其实一般我们靠天吃饭，开在季节前面的，它的价值就跟金子一样，它就好赚钱。但是当你开在季节的后面，你的时节过了，但是这时候哪怕你的品质再好，你还是滞销。所以呢，可以掌控它的花期，可以控制它的生长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兰花就具备这样的特点。然后第四点呢，其实我想这是商业模式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农业的部分呢，其实是靠这一块土地来获得利润。那以前我们种五谷杂粮、稻米的时候呢，可能单位面积可能假设1平方米，可能利润是100，但是种花卉的时候呢，可以到500。但是你花卉里面，当你选择那一个品相，就是你选择兰花的时候，它可以赚1000。就等于说，其实同样在这样单位面积，但是它所创造的产值其实是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一个部分就越多人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兰花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其实都受到这么多人的一个喜爱。那当世界开始如刚刚我所提的，当我们面对的国家越来越多，出口的国家品项越来越多然后产品也越来越受欢迎，但是这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其实也面对越来越多的担心为什么？人讲其实越来越受欢迎，为什么你也还得愈来愈多？其实这部分就是回到我们经营的一个形态那毕竟农业啦所以我们现在有几点，其实对于产业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我想是一个瓶颈。是一个瓶颈。那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目前的极端气候。现在农业的发展，其实我们都受累现在极端气候的一个变化。毕竟其实农业还是靠这片土地，它还是受很多的影响。那极端气候其实越来越严峻。那每次只要一次最冷的一次寒流来，可能农业就受到一片的损失。所以在气候上的演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二点的部分呢，是微粒时代的来临。刚刚有讲，其实市场呢越来越受欢迎，但是竞争同样也越来越大。那在这一个，然后利润不像之前，不像早期我听其实很多前辈，其实早期在做这个行业，可能我们飞一趟美国，然后再回来，可能利润就不少了。但是现在呢，可能出了货柜，一个货柜可能能够获得的利润还是只有一少部分而已。所以微粒时代的来临，其实这是趋势啦这也不是说我们尽可能去找哪一种开发都是新的市场。微粒时代的来临，更多的部分其实农民以及业者其实会面对更多在经营上的一个挑战。那第三个部分，我想这也是农业里面其实最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台湾的农业，其实在整个规模、整个结构，其实都算是比较中小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当我们市场开始面对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那等于说我们的战线越拉越广。虽然没有错，产品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对于我们中小企业这样的结构，其实我们在人才的需求、
在我们对于资金的需要，以及我们对于产品的这方面开发，同时也都会受到更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常常举例啦，就是说，其实就好像说大家要过船，以前我们大家都在河里面，市场在河里面的时候，大家只有小船的时候，中小企业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活性强。我们在小河里面，我们划着小船，那我们想要转弯，我们想要掉头，我们想要去做一些变化，其实很容易。但是现在市场打开之后，面对越来越国际了。今天我们的市场，我们航行到大海，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还是靠一艘小船，那我们要过渡到这一个过海去到对岸，去到对面的市场，其实在这方面会面对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其实在越来越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其实也是越来越立即，也是越来越大。那在这一块的部分呢，当然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也希望能够借由自己一点点的一个经验，然后提出一些看法。现在都流行3支箭啦，台湾难得在这个兰花王国的部分，我们在前期前辈这边累积了非常好的一个市场跟基础。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未来市场的一个发展，我们能够持续保持这样的优势，然后再创我们在未来市场这一边，我们的持续保持我们领先的这样形态，再创后续的荣耀。所以这一边呢，到也列举了几个这样个人的一些意见。我想这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样挑战的一个几个重要的一个元素了哈。那首先的这一个部分呢，是觉得是避免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过程。其实说实在的，前面这几年的一个市场都靠前辈业者这方面努力骨力打拼，然后我们创造这样的局面。但是当市场来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靠单打独斗这一件事情呢，是越来越困难，在面对未来的挑战。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坐下来之后，好好的聊一下的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领域，但是又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非洲谚语里面，其实有一句话这样讲了哈，他说一个人可以走得比较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比较远。我想未来的市场跟我们要接受的一些事项要做的最大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打群架，我们一定要握起拳头来，大家一起去经营这一块市场。我觉得这是第一重要的一个事项。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我想农业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让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包括后续未来现在的市场，也不能说未来的市场，现在的市场其实就是一个数位化的一个时代，5G 时代的来临。那我们在经营这个过程当中的改变，以往大家其实常常在讲说，其实我们因为以前可能高利润，刚刚有讲以前可能是高利润，所以我们只要5折，我们觉得就够了。但是现在薄利时代的来临，我们要赢什么？其实我们要赢的是精准力。所以第二点的部分，我觉得赢在精准力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必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同样的面积，你要讲究的部分，已经是你怎么样让我们所生产的这一个产品能够更有效率，以更快速的方式可以来到消费者的一个手上。但是消费者的需求，毕竟现在市场是靠市场导向，不是靠生产导向。那市场导向的这一些资讯的回馈，我们怎么样能够？已经不是靠以前的经验了我靠撇步、靠经验，然后来调整我们生产的这一些，不是。现在所谓的精准力、精准农业，我觉得是要靠更多数据的累积，更要靠更多科学的分析。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第3个，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去做数位转型？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靠很多的智慧农业这边所收集累积的各方面，我们才有机会去做更有力的精准力的这方面的改变跟分析。然后呢，其实数位转型这一个议题，
最有感的其实要从去年开始讲起，因为 COVID-19 这边呢，造成了我们突然间其实大家从来都没有过，就是说大家以前的生意，大家都是产品带着，机票订着，赶快就飞到对客户那边，大家去做很多的现场面对面大家的生意的谈判，生意的那一个谈的方式。但是突然从去年2月份开始，全球面对到这样疫情的一个转变，大家停止了人与人这方面的一个交流。突然间，世界每天还继续转动，但是生意的模式，跟整个大家沟通的模式突然都暂停了。那我想这一个部分的数位转型，很重要的部分是依循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数据跟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配合。然后让我们的产品在没有时间跟区域空间的这方面的限制之后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了哈。就算疫情比较回归之后，但是伴随着数位转型这一边所提供的各式的便利，一定会让我们后续在市场的经营，在与其会议的沟通以及生意的谈判，这一些呢，都会是在我们当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型的机制。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们未来以及在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避免单打独斗。第二个要赢在精准力，第三个我们要去做数位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农业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产业，很多观念的一个改变，很多的模式，你要说去做一些变化，其实不容易。但是呢，时代在变化，方式在变化，甚至我们生活模式也在变化。怎么让这些转换的过程跟我们产业能够去做一些适当的结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面对未来经营形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的模式了哈。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数位转型的这一个阶段，其实这一年来累积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一个经验，能够让产品，其实常常大家来讲说，网络的一个时代，其实什么都快速，但是它就缺乏了一个温度。那缺乏了这个温度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特别在生意在谈判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真实。那在运作的方式其实也会面对非常多的一个挑战。那但是我们现在逐步，而且农业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要靠我们自己来做这方面，其实有一点难度。那这一个部分还好，台湾在这方面的一个产业，在数位的产业，在工业的产业其实都非常强劲。由工业来协助农业上的一个开发跟协助，我想这方面农业还是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现。那所以说我们在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做数位的这方面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我想这是一个开始啦哈。那最后的部分呢，其实兰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产品。这几十年来呢，我们也靠着兰花创造了一个兰花王国，全世界也借由兰花的发展，来创造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我跟各位讲一个数据，其实台湾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在全球的兰花植株每3颗其实就有1颗是从台湾来的，甚至每2颗的品种就有1颗是台湾育种研发的。所以呢，其实依台湾。我们如果说把台湾的花卉在全球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把它集中在台湾的兰花的部分，我们又在全球数1数2。最后，其实我的决议其实非常简单，但是我力气非常的强大。我们希望说，弄美丽的力量能够行销全球，但是我们也让全球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能看见台湾，让兰花的产业能够遍布全世界。谢谢。